刘一刀，我看你这次还能耍什么花样？若不是本大爷中了迷药，就凭你们这些烂黄瓜、臭鸡蛋，能接住老夫一掌，区毛贼，算你有能耐。说，我们喘个气儿。兄弟们，先退下，保护聘礼要紧。家主，家主不好了，新娘被人劫跑了。什么？酒楼里竟然还有如此高手！小翠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新娘，小翠她被一个灰衣男子劫走了。人呢？这见鬼的内功真是害死人了，每次发作都搞得像炸药一样。是吧？没事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什么东方家高手，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嘛，还不是一样被我弹了回去。快点追！刘一刀好像往这边跑了。拼了！跑到鬼屋里去了。罢了，便宜这小子了。这东方玄虎的烈焰掌都能逼回去，这么厉害，跟着他说不定能捞更多的好处，还是先助他脱身吧。嘿嘿，嘿。英雄饶命！小翠，我来救你了！废物！嘿嘿。什么东西啊！怎么回事？臭死了，臭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什么呀？
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不会是到了阴曹地府了吧？哎，奇怪，身上的伤怎么好了？我不会是真的死了吧？谁在那儿？是人是鬼啊？这阴曹地府也未免太寒酸了点吧？奇怪，为什么死了还这么冷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仙女吗？这里是仙境吗？这里是沈家梅院。沈家梅院是英雄豪杰死后要来的地方吗？等等，沈什么？梅花？大哥，那是鬼屋，有鬼的。啊！鬼啊！时间已经很晚了呀，明明约好在这儿会面，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呢？莫非……哎呀，刘老大呀，刘老大，你怎么这般英年早逝，遗产也不给我留一点儿啊？照我说，给你老大烧点纸，哀悼下好了。哎，这主意不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想你个大头鬼啊！你这个可恶的雪特胖子，胆子不小，暗算我后还敢在这里等我。嗯，这声音是，是刘老大，你现在是人是鬼啊？鬼你个臭鸡蛋烂黄瓜！本大爷才刚刚遇到鬼，信不信我让你也变成鬼啊？刘老大，你没事就好，你知不知道小弟有多么的担心你呀？最后再说一遍，本大爷不姓柳，你别把我当做那个什么柳一刀。你不就是柳一刀吗？柳一刀是什么东西啊？让我替他各种背锅？他是我大舅子吗？事实胜于雄辩呀！柳一刀的基卜画像前2天就从鸡下已经放出来了，无论是神态还是长相，都跟您一模一样。你说这天底下哪里会有这么像的人吗？什么？我忘了，老大你吩咐过我，不可以直接叫您柳一刀。你现在的名字是来……老大言而无信，当初你亲口答应，不管我采取什么行动，都不怪我的。我答应不怪你，没答应不砍你。老大，我方烟雾弹断后，虽然悔悟的晚，可也是有功劳的啊。而且
你杀了我，就没人帮你打听情报了。呸！谁知道你会不会再出卖老子第二次？老大息怒，那时小弟财迷心窍，才会做出这等丑事。哪知您神勇盖世，神功无敌。所以我决心追随您这样的大英雄，建功立业呀。白白被这雪特胖子卖了一次，就这么一刀宰了他，是不是我有点太亏了？好吧，暂时就留你一命，让你戴罪立功。小弟一定尽心尽力追随老大左右。倘若再让本大爷知道一丁点你要背叛我的意思，方才暹罗城长街一战，老大英明神武，睿智不凡，实在是天生的舵手，人类的太阳，小弟怎敢？废话少说。本大爷在外面被群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在酒楼里面趁机捞点什么？搞是搞到了，不过……怎么了？老大，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一个啊？本大爷今天倒霉透了，也不差这一个了。说坏消息吧。老大，你可不可以先听好消息啊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先听就先听。说你到底带什么东西来了？就是那个了。你这雪特胖子还是挺厉害的嘛，竟然带了一个大美人回来。老大，还有一个坏消息呢。老大，你先听完我的坏消息啊。没事，你给本大爷带回这个无价之宝来，就算有天大的坏消息，我也不会追究的。那我就说了，这个五姑娘，其实这个五姑娘她其实是个男的。没事，每个人都会有点小缺陷，本大爷不也不在意你是个雪特人吗？男人要胸怀天下。男的啊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是说这个美女是个男的？男的？男的？两位好，感谢两位英雄大恩大德，救我脱离火坑，不必再做那卖场的勾当。小弟给二位磕头了。你这是欺骗！还请英雄不要报官，在下本是酒店的住客，预定下月前往中土，怎料暹罗的飞贼实在太厉害，将在下的旅费洗劫一空。那酒店的老板见在下无钱付账，就逼迫在下男扮女装卖艺还债。若不是祖上积德，蒙两位大侠相救，还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脱离这火坑。刚才你没听明白，我和我老大不是大侠，而是大贼。特别是我老大柳一刀，那可是轰动鸡下的大阴贼啊！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是柳一刀，我叫……对了，你刚才听仔细了，我老大现在为了保密现在叫蓝斯洛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不管何人逼问，在下都不会泄露蓝斯洛老大就是柳一刀的。对了，老大，咱们今天也挺失败的，不如大家卷土重来，好好的干笔大生意。这样的话，招揽帮手是不可避免的。我瞧这小子也还能挑能扛，必要时当个肉盾。老大，咱们就收留他吧。哎呦，开玩笑，我是要作案，我不是开收留所的。多个你就已经够累赘的了，还要加这个娘娘腔，你真以为我钱多呀？当肉盾，你除了吃什么都不会，我第一个就拿你去当挡箭牌。要如果可以呀，通通都来啊！还有没有人来？最后一个名额，多了就不要啦。
柳兄不愧是柳兄，我躲得这么好，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一刀，几个月不见，你比上次更精神了啊！来到暹罗也不找我，也太见外了。我只是随便好好，没想到真的也有人啊！你又是谁啊？老大，他是今日酒楼中的那个醉鬼呀！太过分了吧，一刀，连老朋友也装作不认识。我真的跟那个柳一刀如此相像吗？在下深受两位救命大恩，没齿难忘。无论是柳一刀还是蓝思洛，请给在下这个机会，追随左右。娘娘腔兄弟啊，不，小五兄弟，你高姓大名？承蒙老大不弃，小弟贱名元五郎，从今而后愿追随老大左右。我叫花次郎，是一刀的多年老友，还请这位老兄多多指教啊。我叫天地有雪，花兄也请多多指教啊。既然他们都认为本大爷是柳一刀，不如将计就计，拉他们3个入伙，在暹罗也算有个帮手。只是多多指教啊，胖子，以后还是得小心他再次叛变。娘娘腔兄弟看起来是个可靠的人，但弱不禁风的模样，实在成不了战力。这家伙既然自称柳一刀的多年好友，说不定武功了得。不过他不会是为了砍柳一刀的头而来的吧？一刀，我俩可是多年好友，你来暹罗发财，我一定替你两肋插刀，你又何必如此提防我呢？哎呀，我不是……算了，花兄弟，既然你也想入伙，那就在这2位兄弟面前露一手吧。一刀，你这么说，感情是想考教老友的功夫了？好啊，甭客气，有什么厉害功夫全用出来，老朋友让你当沙包练练。好啊，老朋友，你不用见，受了伤可别怪别人。当然，行走江湖全凭手上功夫，要是凭那些3脚猫功夫，丢人现眼，那岂能怪得了旁人呢？这2个人真的是多年老友吗？话说的这么客套，但面上满是挑衅之意，毫无对朋友说话的和气。看刀！哇，老大真是神功盖世啊！放个屁都能占出这么大的坑啊！混蛋，这是真气！这花兄弟竟然能把我体内乱窜的真气转移到地上，真是不简单。不过这人应该是没有什么敌意。那个花老二啊，你没受伤吧？看来你的武功果然有所长进嘛。一刀，你可真厉害，想对兄弟卖弄本事，也不必这么大排场了。这么大坑，要是不小心把自己埋进去，可就糟了。老子现在就想把你埋进坑里，填上土，撒泡尿。大家虚耗大半晚，现在天都快亮了，不如一起进城吃点早餐吧。对呀，老大，你都被追了1天了，也应该补充一下体能了。2位兄弟所言极是，我说一刀，不如我们这次就到此为止了。既然大家都饿了，那就进城吃个早餐吧。来呀，客官，刚出锅的包子，热乎的。老板娘，五姑娘被人给……不必理会，有些人想要走，我们是留不住的，由他去吧。暹罗这次将会有一番风雨，牵连甚广，我们青楼只需旁观即可，明白了吗？是，小的明白。